我是仙门最好面子的大师姐，为了维持仙气飘飘的形象，我经常半夜狂洗白衣裙。你最好识相点，自己掉。至于为什么不用除尘诀，因为我天生无灵力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我入了最难出师的鹤门，师门上下只有我一个弟子，挺好，不用担心当倒数第一。唐师姐，长老请你去威压测试。现在5位长老都到了，非要在衣服没干的时候通知吗？这就是不显山不露水的鹤门大师姐，她10年没出过手了吧？不是不显，是怕一显就露馅儿。堂堂，弟子在。今日威压测试，你代表鹤门。弟子领命。稳住！仙气可以掉，面子不能掉。好，5位宗师级长老的全力威压，你竟能硬扛下来。全力？如此资质，正好。正好什么？代表仙门去与天下第一单挑。我？好样的！好什么样？我只是想装个仙女，没想装死。至于我为什么没当场拒绝，因为我这人从小就听不得3个字。堂堂，你不行吧？我好面子这事儿天生的，没法改。我撒尿能撒2米高。堂堂，你不行吧？我脑海里好像有一口大钟撞响。你不行吧？这几个字就是钟馗。别，你真比啊！你傻呀！娘，你放我下来！你赢什么赢？你给我回家！类似的事不止一回。我跳了3阶，我跳了6阶，7阶。糖糖，你不行吧？那年我6岁，还处于别人跳7阶，我就敢跳15阶的年纪。糖糖，你干什么？你下来！看好了。不过如此。硬撑着走到家的时候，冷汗已经打湿了衣衫。糖儿，我赢了。骨头断了3处，我们到底生了个什么东西？生了个赢的人。你就犟吧。娘，又怎么了？要是巷子里那些小孩问我去哪儿了，你就说我去隔壁镇学堂读书了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惦记这个？不能说我摔断了，丢人。你从15层台阶上跳下来，骨头断了3处，你还知道丢人？我赢了。赢了以后躺3个月，不好听。那你打算真读书？当然。寻常孩童7岁才开蒙，我6岁。这还不把那群只会撒尿和稀泥的娃子吓死？你是伤了骨头，不是伤了嘴。这3个月我也没闲着。你还真学上了，话都放出去了。堂儿刻苦又能忍，这不就是天生修仙圣体吗？修仙？过2年，仙门招弟子，若能入仙门，也算一条出路。入仙门？要是入了，那我不就可以装波大的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一定刻苦。2年后，仙门招弟子，爹娘砸锅卖铁给我凑够了盘处，路上别逞强。娘，我什么时候逞过强？我尽量。能进就进，进不了就回家。不会进不了。选拔很简单，
先测试灵力，再测武道。灵力天赋按照赤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划分。我期待着灵盘上能冒出蓝紫色的烟。不应该啊，就算是普通人也能冒赤色烟。难道你体内竟然一丝灵力也没有？你不行，回家吧。砰！你手别……你说谁不行？你说谁不行？你还我灵盘！还你！你知道这玩意儿多贵吗？唯一能证明我没有灵力的灵盘没了。这灵力测试结果怎么借？灵盘碎了，没法复测。可他刚才一点烟都没有。你有证据吗？还测吗？下一项，武道考核。就这样，我顺利的进入了武道考核。你们仙门的东西还挺不结实。下一个8岁的我，在一群大人的注视下，是那个灵力测试的小莽妹，就是她把灵盘捏碎那个。再一次体会到了众星捧月的感觉，爽，太爽了！半尺厚黑石板，劈断便算通过。知道了。哎，这小莽妹也不行啊。是啊，祥云镇自从300年前出了个天才，就再也没有灵童通过考核了。我没有，不行。你右手已经断了，别断了。对，你2只手都断了。我是说石板断了。祥云镇堂堂武道考核过。祥云镇呢？时隔300年，祥云镇终于又出了一个能过仙门测试的。这小姑娘2只手都断了，还站着呢。一想到以后镇子上会流传我的传说，我就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。爽，太爽了！修仙之人都说，只有通过入门测试那一刻是开心的。踏入漫漫修仙路后，便只有无尽的痛苦。按资质择师门，天门好货一定要进天门。你们也好，至少资源。在众人都为进入天门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规则之外的鹤门。你确定？弟子心向清净。一个300年没有招到弟子的门派，全门上下只有一个老头，马上就要消失。小姑娘，选了可不能后悔。弟子堂堂愿入鹤门，废物配废物，正好。他竟然放弃天门，主动去鹤门，这是淡泊名利啊！哼，修道之人不争一时。哼，好一个不争一时！我是有苦说不出啊。要不是当初装逼装过了头，害怕宗门切磋排名时漏香，谁愿意来一个连功法都没有的鹤门？吃好睡好，不必管其他门派的挑衅。可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挑衅。师门没有功法，那我就偷学其他门派的功法。没有灵气难以筑基，那我就把武道修炼到极致。到底是根毒迷苗。这是茯苓剑，没有灵力也能御剑飞行。这是幽火珠，适合你这种不会除尘诀还要穿白衣裳装逼的人。师傅，洗完衣服拿珠子一烘，眨眼就干了。多谢师傅。这是乾坤戒，宗师级的人喜欢带着它隐匿修为，你带上，人家准以为你扮猪吃老虎，绝对猜不到你一点修为都没有。师傅，您说话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直的。就这样，我在鹤门苟且偷生了10年。唐师姐，可否赐教1、2？道法自然，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人斗，不如与自己斗。唐师姐境界果然高。切磋？不，
长老请唐师姐代表鹤门前往秘境试炼。鹤门不需要所谓机遇，一切尽在道法自然中。晚辈受教。堂堂师姐有天赋，却从不显山露水，贪贪寡欲，人淡如菊，至今没人知道她段位多高。如果有一个门派叫装逼，那我必然是当任让的掌门。掌门犯糊了。威压大势，不是取消了100年吗？今人怎么突然又办？可惜，仙门不养闲人。我终于迎来了死期。怎么了？师傅，这个能不参加吗？不参加拿不到修仙证啊！在仙门待了10年，拿不到证，很丢人吧？我参加。这桌子玄铁的，弟子一时向道心切。这些年你虽然仍旧无法汇聚灵力，但该练的功法一个也没落下，武道更是日夜苦练。即使没有灵气护体，以你的体质强度，也断不会毫无胜算。那到底是有几分胜算？师傅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后面我会背。会背就好。不过，堂堂，你入修仙道近10年，识海里就没有出现过什么似曾相识的场景？没有。不应该啊，忍着点儿。什么？师傅，堂堂，你可记起来什么？我在石海里看到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他背对着我，侧脸很眼熟，像谁？像我初入仙门时站在大长老身后的那个人影。红衣玉面，左眼的瞳孔好像是银色的。竟然真的是他！师傅，他是谁？堂堂，你可知，自你入门以后，他的神识来过鹤门无数次。他也想当鹤门弟子？非也，他是在找一个人。找谁？鹤门不就咱俩吗？反正不是找老夫。啊，找我啊？先好好练这门秘法。哪门？先通过威压大势把修仙证考下来，然后呢？时机成熟，你自然会知道一切。师傅，您每次说自然，我都觉得事情不太自然。老头，你为何不敢告诉堂堂我是谁？鹤门的阵法，300年天天门破裂时挡过3道天雷，并且毫发无损，现在竟被他一缕神击碎了。你可知修复阵法要多少萤石？你赔吗？你都入仙门10年了，怎么还不能汇聚灵气？作为你的宿敌，我真觉得丢脸啊！你算老几？一点灵气都没有。堂堂，你这辈子比我想的还不中用。住手！向我求饶，我就放过你。竹可折，不可改其节；剑可断，不可改其刚。
无锡如铁。你怎么还是这么犟啊？多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还是我的手下败将，不中用啊！张嘴！他已经转世，现在只是一个18岁的凡人。你如此争强斗胜，就不怕天道惩戒吗？上中下3处丹田都被他震碎了。堂堂，现在知道怕了。我说过，求饶我就放过你。堂堂，别听他的。我求饶。你刚才不是说无锡如铁？铁也会断，我现在不想死。原来也不过如此。你靠近点儿，我没力气。我求你。说完整。别做梦！你混蛋！我刚刚说，你是我的奴隶。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纯净而澎湃的力量。你竟然将我契约为灵兽！省省吧，奴隶怎么可能伤害到主人呢？你说对吧，我的兽奴？上古凶兽玄阴山神，强悍无比，贪恋珠宝黄金，忽而化作人形，最喜艳色衣裳。很好，特征全中。看够了吗？没有，我在确认我刚刚是不是捡了个贵的。你再说一遍。算了，礼貌一下。别逗他了，刚契约完，脾气都大。阵法坏了3层，桌子裂了1张，茶盏碎了2个。你少说2句，算赔了。不止玄阴山神，19种上古凶兽的特征和命门，我全都知道。师父，请您告诉我，我前世到底是谁？堂堂，你前世其实是……巧合？你前世是……师父，要不您换个委婉点的说法？你前世……别试了，再说下去，你这破洞府就不用修了。所以我前世这事儿，连天都不让说。时机未到。又是这句。这句安全。鹤门大师姐难道要飞收了？6道天雷，这可是羽化之境才会有的天劫。刚才鹤门金光乍起，他必然契约了灵兽，少说也得是化形期的。我就说，堂堂师姐就是扮猪吃虎。扮猪吃老虎？师父，我现在比较像被虎吃过。玄鹰图腾，你契约了玄鹰山神。少动手动脚的，那是老祖当年留下的守护兽，本应由圣女契约。圣女？前任圣女50年前飞升，圣女之衔空缺多年，不久前仙门才重新选出圣女。选拔圣女的时候，我正和师父躲在洞府里烤鱼。师父，这炭是不是买亏了？便宜没好货。你不是说修仙之人不重口腹之欲吗？偶尔重一下，道法自然。这块我的，谁抢到是谁的。啊，鹤门那边，白烟如祥云，是进阶异象。鹤门大师姐，这是又要进阶了。抢到了。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唐师姐连圣女选拔都不来，这才是真正一心修炼。师父，下次买贵点的炭。贵的伤财，便宜的伤命。本次圣女选拔魁首，白灵。人设立到位，生事都不用自己虚张。姐不在江湖，唐师姐境界果然不是我等能揣测的。但江湖上到处是姐的佳话。
灵儿修为尚不足，玄鹰契约之事暂缓，待圣女修为稳固，再行契约。师傅，您刚才已经吃过一块了。刀法自然，鱼肉流转，不可执着。那有自然到自己碗里去的。在那次选拔中夺得头筹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大长老的女儿白灵。可惜她修为不足，这才将契约之事耽搁了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是这剑兽自己贴了上来，我们堂堂只好勉为其难收下。刀法自然，如是而已。明日便是威压大事。堂堂，明日威压大事，怕是危机重重。你还是和上辈子一样，总爱给自己找麻烦。如果你老老实实待在祥云镇，不入仙门，哪儿还有这么多事？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，前方就算是刀山剑林，我也只会铁了心一往无前。玄鹰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你这是问？礼貌一下。威压大事，仙门众人尽数前来围观，南苗的鲛人、北华的呵人也来了不少。甚至连鲜少弄的鬼域之人都来了几个。别拽了，提醒你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一伙的。谁跟你一伙？仙门新一代弟子是骡子是马，今日都要拉出来溜溜。第一场鹤门，第一场就是唐师姐，鹤门大师姐终于要出手了。圣女白灵，大长老之女，前几日刚补上的圣女，玄鹰山神本该由她契约吧？在下堂堂，请赐教。在下堂堂，请赐教。闭嘴！堂堂，我终于能和你一较高下了。选拔圣女那天你不来，今日总该让我看看。你到底凭什么不屑一争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！杀了你，我就可以夺回玄鹰山神。他口气不小。你惹的禍，你别光看戏。是你抢的寿。白灵道友，请。大长老为了白灵，熔炼了8只天阶灵兽，制成止汤，替他洗眉淬骨。天阶灵兽啊，寻常修仙者一生都未必见过。8只天阶灵兽熬汤，有些人出生在仙门，有些人出生在洗衣盆。堂堂，出手！唐师姐修炼多年，还没人见过她的灵根。她进阶如此迅速，体内必是紫灵根。怎么还不动？快点啊！怕了。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不，对付你无需动用灵力。对付你无需动用灵力。这波装的好像是有点大了。直接斗法，我或许打不过他，但承受他的威压并非难事，而且还真用不着灵力。呜呼！全体目光向我看齐！结束了。你来了，轮到唐师姐反击了，终于能见识她的灵根了。敢问众长老，大事规定，承受住1人的威压，即可颁发修仙证，可还作数？自然作数，只是你战绩太少，只能取得黄阶令牌。如此足矣。为今之计，快点离开擂台，再比下去，迟早露馅。
白灵道友，多谢赐教。事了拂身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唐师姐竟然只取黄阶令牌，这才是真正不正虚名。真能装啊！当初你和我比试也是这般不要脸。当初和你比试，玄英，堂堂，玄鹰山神本不该属于你，拿了不该拿的东西，必须还来。麻烦来了。长老们这是为了玄鹰山神？原来如此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大长老让白灵先消耗我，他们才好顺利夺回玄鹰。不耻！以强凌弱，你们枉为仙门长老。一介弟子也敢与我们几位长老作对？切！堂堂为何不运转灵力还击？10年来，堂堂从未外露过灵气，有没有可能，他根本没有灵力？原来与天地搏斗是最简单的事情。修仙之路要提防的竟然是人族，清贵如仙门，也少不了蝇营狗爪。堂堂，不要硬撑，快点认输。将灵兽归还，向诸位长老认错。修仙之路各凭本事，我何罪之有？几个宗师级的威压，你都承受不住。唐商，你只能输在我手下。看好了，我大发慈悲救你一遭。动他，得先问问我。吃下去。此时不是逞强的时候，别犟。并非逞强，我感觉到了，昨日丹田尽碎，今日筋骨尽断，道法自然。万物运行规律中，天道规定了一条法则，叫不破不立。人们更喜欢叫它绝处逢生，那便是我的灵根。粗壮，强悍。你回来了。谁？行，那先解决眼前的。退后，我来。弟子唐商，请诸位长老赐教。贺门掌门，唐师姐她……是啊，是啊。我们家堂堂一向这么强悍，我很少操心。原来如此，孩子谦虚，不爱显山露水。五位长老也真是的，惹谁不好，惹他干嘛？臭老头，害惨我了！大长老，大长老，大你个头！听说了吗？仙门新任大长老已经到北来了。就是那个10日前以1敌5打败5位长老的堂堂，可不是？听说那日整个仙门都在喊他的名字，年纪轻轻就坐上长老席之首，这得多厉害！厉害到连裙子都洗不干净。堂堂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就拥护你成为新的大长老。堂堂。
堂堂小友，是老夫冒犯。堂堂小友，方才是我等失礼。修仙之路，强者为尊，你坐此位，合情合理。倒也不必这么讲武德。所以，我真成大长老了。众望所归。您闭嘴！拜见大长老。事情怎么就到这一步了？师傅，我的灵力极其不稳定，比如现在，我竟然又感觉不到灵力了。您看，和天下第一切磋，最终被切被磋的只能是我。不逼自己一下，怎么会有突破呢？您之前不是最讲道法自然吗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再说了，檄文我已替你发出了，难道你要认输？倒也不是不能去，主要是人要脸，树要皮。我堂堂就活一个面子。这就对了。您别高兴太早，我要是被切被磋，您得给我收尸。大长老出行，体面些。我谢谢你。明天就是和天下第一比试的日子，现在连最简单的除尘诀都使不出来，天杀的！这要是传出去，哪里还有鹤门大师姐仙气飘飘的样子？听说唐大长老明日要和天下第一决斗，仙门新任大长老对天下第一，这场面百年难见啊！那位唐大长老定然气度非凡。气度非凡？废物！你厉害！明天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得好看，不然太没面子。字挺大，人也挺多。他就是堂堂新任仙门大长老，就是他要挑战席玉，不是他要挑战，是仙门下了檄文。席玉可不是普通散修，无门无派，却打败了佛修、鬼修、妖修、法修，天下第一，离飞升只差一步。奇怪的是，他迟迟不肯突破。仙门请他认祖归宗几回，他都没应。一个法修不归仙门，脸上能好看？后来仙门向他开战，也没赢过。一步之遥啊，听见了吗？一步之遥。你离挨打也一步之遥。席玉来了，这就是天下第一。堂堂，仙门堂商，玄阴装睡也得挑时候吧？我看你挺会装。比试开始，请。请。你真不忙？你不是要死得好看？好看和好死不是一回事。他要一击定胜负，席玉从不脱战。席玉道友，要不先礼后兵？阵法。人呢？身下，仙门里死了还会给配个男人？姑娘，你能不能先从我身上下来？你怎么也死了？我没死，你也没死。那这是哪儿？我们被阵法传送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。这是何处？不知道。天下第一也不知道。天下第一不是旅途。跟上。这里像北来的地方。所以不对劲。北来还有这种地方？这些佛像为何浑身爬满了蛇？
蛇腹其身，彼此寄生，挣脱不得。那是什么？此乃堕佛。堕佛？佛身已死，蛇以其身为仇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还活着。退后！愣着干什么？运转灵力战斗！我倒是想啊，我根本没有灵力。你没有灵力？说来话长，跟紧我。用得着离这么近吗？你醒了？再不醒，你要被人揣怀里了。这是重点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你管老子在哪儿？你们这叫不认识？站后面。你在命令谁？我在救废物。我谢谢你。你武道不错，除了没有灵力，我别的都挺努力。那是什么？师傅，师傅，好啊！你个死人族，竟然把臭石头的仙骨藏到北来！臭石头，怪不得我上天遁地也找不到。我没想去过。糖糖姑娘，回来！闭嘴吧！这到底是什么？你们是唐商。他动了，一颗石头。愚钝如石，竟也能生灵智。大石头仙尊，所以，是的，我就是大石头仙尊。原来我前世是块石头，怪不得我从小就是个酿种。你终于发现了，你早知道，上辈子就知道。怪不得我的灵气时有时无，原来体内缺了仙骨。你刚才喊谁师傅？你，我？师傅。乖徒儿，让师傅看看。我渡劫陨力时，你还只有13岁。你倒是认得快，我从未不认。那你把他仙骨藏北来，说清楚。只要仙骨入阵，便有机会复活你师傅。当真？北来不打诳语。我以为他们能复活你，后来才知他们要炼化仙骨，不是复活，是把你炼成傀儡。所以刚才那阵法是北来经营多年的阵，要将你和我当做祭品，炼化大石头仙尊。这群秃驴怎么会想到堂堂就是大石头仙尊，大石头仙尊就是唐桑？这些人走上歧途，事情败露后，北来已将他送来谢罪。
打包送来，还挺整齐。你拿我仙骨练阵，拿我徒弟当刀，还想把我练成傀儡。现在捆着就算完，远远不够。你还真是回来就找事，这叫清账。上辈子你也这么说，说明我初心不改。日后我必须去北辽，亲自算一算这笔账。所以，你找到了我的仙骨，你找到了我的转世。我把鬼域之主揍了一顿，才打听到你转世在祥云镇。你不能好好打听？他嘴硬，你也没软到哪儿去。我找不到转世，我找不到仙骨，所以，一个有骨头，一个有人。你们两个积怨已深，消息不通，我就硬生生拖到现在。是我之过，当然是你的过，也未见你找到仙骨。我若找到，还轮得到你站在这儿？停！桑榆非晚，桑榆非晚。拿回仙骨，痛快。爹，娘，不行吧？这阵子还是这么不长记性。慢点儿，别又摔了。我不会摔。你上次也这么说。娘，姑娘，我是糖糖，我家糖儿在这儿呢。姐姐，你也叫糖糖吗？姑娘，你认错人了。姑娘慢走。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风大。见到了。他们不认得我。仙凡有别。我现在是大石头仙尊，再也不是人间的糖糖了。道法自然。师父，您每次糊弄我都是这4个字。好用。您这时候还贫？师父，回去看看吧，你该知道的还没看完。又来。见过仙尊。见过大石头仙尊。鹤门呢？仙尊说的是哪一门？鹤门。仙门有天地玄黄4门，没有鹤门。白发老头、洞府、破桌子、晾衣绳。仙尊说笑了。鹤门。你这些年脾气一点没改。你这些年嘴也没修好。大石头仙主还是这么难打。玄阴山神还是这么欠打。你还不投降吗？你梦里比较快。师父，或许你应该称我为天道。所以鹤门是你。道法自然。这回不许糊弄。天地生万物，也要给一颗石头一条路。走得不错。那我这个徒弟没给你丢人吧？你不是最怕丢人吗？所以我问问，那人间的堂堂呢？祥云镇那个会和二狗子较劲，会摔断骨头，会半夜洗白裙的堂堂，他从未不在。你是大石头仙尊，也是堂堂。那就好。不然你这些年装的面子算谁的？你这兽奴说话越来越放肆了。你也越来越不要脸了。彼此。师父，
以后还能见吗？天道无处不在，说人话，看缘分。还是这么会糊弄。道法自然。还打吗？打！这回我要赢得好看。那就试试。